我在银行兢兢业业8年，好不容易等来一次转正机会，行长却毫不犹豫将这个机会给了我刚引荐来的闺蜜苏小小。我本想看在闺蜜面子上忍气吞声，却看到好闺蜜躺在行长怀里说着我的坏话。我转头带着客户把3个亿存款带入了隔壁银行，好闺蜜却想故技重施，用身体撬走我的客户。可她不知道客户是我未婚夫，更不知道未婚夫的3个亿是因为我才存在银行的。我们的小鱼终于要转正了，太不容易了！连续8年业绩第一，3个亿业绩占整个支行总存款的2/3，这次的编制考试名额非他莫属。小小，恭喜你啊！这么快转正，公司的同事都应该向你学习啊，尤其是涂鱼，要多多向你的好闺蜜求求经，不要一味埋头苦干。我没看错吧？转正名额怎么会给才来几天的苏小小？是啊，她什么业绩都没有，和小鱼比差远了。小雨，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我也不会有这次编制转正机会。是吗？更多是你自己的努力。你说的没错，我要点个奶茶，好好犒劳一下我自己。行长，我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小鱼，为了转正考试名单来的。小小是新人，咱们得多给年轻人机会。机会？行长，这8年我让了多少次机会？刚入职第2年，张姐上有老下有小，你说让我体谅她不容易，编制让给她。第5年，李哥是官2代，你说咱们抢不过人家，编制又让了。后来不是老员工要养老，就是新员工要成长。我拿着3200的合同工底薪，每天跑客户跑到鞋底磨破，拉来占支行2/3的存款，熬了整整8年，连个转正考试的报名资格都不配。说完了吗？涂鱼，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3本毕业的农村姑娘，没文凭没背景，要不是海城银行给你这个平台，你能做出这些业绩？赵行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银行包吃包住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了，再提多的要求就是你过分了。何况小小还是你引荐的，跟好闺蜜抢名额你也好意思？宝贝，能不能把他开除啊？我可不想我的名额天天被人惦记。哦，她不是你最亲的闺蜜吗？什么亲闺蜜啊？再亲的闺蜜难道还有钞票亲？这倒是，放心，只要你想开除她，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宝贝，你对我真好，我要好好奖赏你。同样是女人，你但凡有她1半懂事儿，名额不早就是你的了吗？小鱼，你不会真要离职吧？我要是你，我就去找行长据理力争。是啊，苏小小何德何能抢你的转正名额？这8年你的辛苦付出，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鱼宝，我那笔3个亿的定期是不是快到期了？你帮我挑个稳当的理财，直接续上。明浩，我准备从海城银行离职了，你的业务我交给新同事跟你对接。离职？怎么回事？是不是受委屈了？没什么。要真是没什么，你怎么可能会离职？是啊，在这里熬了8年，我就是想靠自己的能力缩短和明浩的差距。你要跳槽，正好，我给你推个名片。我的兄弟方明最近调到隔壁民安银行当行长，之前好几次想挖你，都被我以你在海城干得好挡回去了。你要是去了他那儿，我这3个亿也没必要存在海城银行了，我直接转过去，既给了兄弟的人情，也能给你带点业绩，一举两得。小鱼啊，我是方明。方总好。叫方总就见外了，我们上次和顾总还一起吃过饭呢，顾总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你这种兢兢业业的好员工，我做梦都想挖过来。方总，方行长说笑了。我没开玩笑，就算不看在名号的份上，我也应该请你吃个饭，当面聊聊。放心，工资待遇这块绝对让你满意。那就谢谢方行长了，等我处理好这边就跟你碰面。
有些人啊，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真以为自己拉了点存款就跟银行平起平坐了。大家都要以此为戒，不要自以为是。可不是嘛，农村出来的就是急功近利，也不想想没了海城银行这块金字招牌，那些身价上亿的老板谁会理他一个3本毕业的？真以为那些客户是信他，人家是信咱们银行。就是，你看他今天穿的那件衬衫，袖口都起球了，都舍不得换，还想当正式工呢。正式工的门槛是他这种人能碰的？他那业绩怎么来的，谁不知道啊？不就是天天围着客户转，跟个保姆似的，端茶送水泊车，连客户家的老人住院都去陪护，脸都不要了。也就这点本事了，真让他坐办公室做业务，他懂什么？罢了，跟这群只会依附平台、眼红别人努力的人争辩，没有任何意义。3天后的年度表彰大会，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闭上嘴。徐总、文总、周总，你们怎么在这儿？小鱼，我们听方行长说你要跳槽，我们就立马赶过来。是啊，我们哥几个不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把钱存在海城银行的吗？小鱼，我们信的是你，你去哪儿，我们的钱就去哪儿。妹子，你啥时候入职，我啥时候把钱转过去，一天都不耽误。小鱼，你可别误会哈，这都是几位老总听到你跳槽的消息自个儿赶过来的，我可没有要挖你的客户。方行长哪里的话，以后还要仰仗方行长多多提携才是。既然几位大客户都在这儿了，我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只要你来我民安银行，我立马给你正式编制，底薪3万，存款额3个点的提成，五险一金按最高标准交，所有资源向你倾斜，你看怎么样？海城银行的正式工底薪也才1万，提成最高只有1个点，还要被层层克扣。方行长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怎么能让小玉一个人喝呢？大家一起碰一个。我突然想到个事儿，3天后就是海城银行年度表彰大会。你们说总行的巡查组领导要是知道业绩第一的涂玉同志被他们挤兑出公司了，赵东强还能坐稳行长位置吗？你这么一说，我也有些期待了。不行，到时候我高低得去看看。算我一个，我还就不信了，我这1200亿存款换不来咱们小鱼同志一个转正名额。风风火火的搞什么鬼？小小不是外人，有什么事直说。我看涂宇从你办公室出来后就打了辞职报告，他会不会因为编制的事闹起来啊？他手里握着那么多的客户，要是真走了，恐怕……要滚就赶紧滚！地球离了谁都要转，难道我海城银行离了他就开不下去了吗？人事总监，放心吧，涂宇是我闺蜜，我了解她，她绝不可能离职的。哦，说说看。她上有老下有小，他妈常年吃药，弟弟还在上大学，全家都指着她这点工资过日子。没了海城银行这份包吃包住的活，她一个3本毕业的农村姑娘，出去能找到什么正经工作？瞧，欧阳同志，身为人事总监，你真应该向小小学习，对员工了如指掌。明白了，行长。闹点小脾气，嫌没给他编制罢了。他都已经打了辞职报告，要是真敢离职，早就提了。他在咱们这儿熬了8年，除了拉客户那点本事，别的什么都不会。离了咱们银行的牌子，那些身价上亿的老板，谁会认他？放心吧，行长，等我回去哄他几句，他指定不会闹的。小小啊，小小，我把你当最好的闺蜜，你却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无情。妈，放心吧，等我这个月工资下来，我立马打回去。你好好养伤，还有洋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让他别太少。阿姨，小鱼没有转正编制，工作也不顺心，你就别老跟他要钱了。小小，我不是说了你别跟我妈提这事儿吗？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我都是为了你好啊！要不是你妈妈天天跟你要钱，你也不至于这么拼命。亏我今天还在行长面前帮你说了好话，你还凶我，是吗？要不是我亲耳听见、亲眼看到，我还就真信了。抱歉，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就是担心我妈妈的身体。我可在行长面前说了好大劲儿，行长才点头，明年的编制转正名额一定给你，让你好好干，不要有太多想法。好，我一定好好干。还是小小对我好。几个月前，你说你找不到好工作，我跑前跑后各处打点才把你带进去。你非但不感激，还出卖身体上位，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名额。如今还在我面前装好人，假惺惺为我铺路。小玉，你没事吧？我没事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最好的闺蜜苏小小，这位是我的为
朋友顾明浩。小鱼，不仗义啊！认识这么帅气的朋友藏着掖着，现在才告诉我。没事，现在认识也不晚。对了，我那3个亿存款已经到期了，还是老样子，给你冲业绩。多少？3个亿！小小，我要去给我妈妈打个电话，我怕她担心。明浩，你先在这儿坐会儿。你去吧，你去吧，我会好好招待明浩的。没想到你人长得帅，还这么有钱，也难怪小鱼会藏着捏着。你是小鱼闺蜜，我是她朋友，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好。明浩哥，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跟小鱼那点关系我还不懂吗？你什么意思？我也可以是你的朋友，而且我比涂鱼会的更多。哦，是吗？那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明浩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也想要明浩哥那3个亿的业绩，而且论能力，我丝毫不比涂鱼差。好啊，不就是3个亿吗？正好海城银行邀请我参加今晚的晚会，我会当众宣布把这个3个亿化作你的业绩。真的吗？那可太好了！这是我的号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我都会满足你。有了这个证据，足以在表彰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苏小小的嘴脸。谢谢你，明浩，我不会放过他们。苏小小同志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在短短2个月时间，就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户。今年的年度最佳新人奖，非他莫属。明浩，你不是要当众公布那个消息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别急，待会儿会有更重磅的消息。是吗？爱死你了，宝贝！咱们海城支行能连续3年拿下全市业绩前3，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有能打硬仗的员工，尤其是涂鱼同志，连续3年全市个人业绩第1，手上的客户量翻了2倍，拉来的3个亿存款占了咱们支行总存款的2/3，他就是我们支行的定海神针。来，涂鱼上台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也给总行领导表个态，明年咱们再创佳绩。经验就不分享了，今天我站在这里，只说一件事。我涂鱼从今天起正式从海城银行辞职。小涂，这种时候就不要和大家开玩笑了，台下这么多领导都看着呢，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赵行长，我这个干了8年还没有编制的人可没心情和你开玩笑。为什么我心里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行长，涂鱼肯定舍不得离开银行，他这是趁着人多摆谱呢。相信大家肯定好奇，我这个所谓的定海神针怎么会想不开离职？我要实名举报赵东强行长滥用私权，把原本属于我的编制名额给了一个刚来的新人。涂鱼，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只要你想，开除他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我要好好奖赏你。大家都听到了，我涂鱼勤勤恳恳整整8年，为银行拉来那么多客户，结果连一个编制都没有混到。这里面的原因，赵行长，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呸！不要脸，靠着这种手段上位，不知羞耻。刚才你听见没？这2个女的还是闺蜜呢，防火防盗防闺蜜，果然没错。这不，编制都让人家抢走了。小鱼，我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涂鱼，我知道你输给新人很不服气，可这不能成为你合成录音造谣我和苏小小的理由。对，没错，小鱼，我不怪你。我知道我不应该抢了你的位置，你有怨气伪造证据污蔑我很正常。小鱼，你冤枉和行长就算了，可是你怎么可以抢走我的未婚夫？我和明浩认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了，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苏潇潇，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未婚夫？涂宇，你不用在大家面前装傻。那天我带着明浩来见你，无意间提起3亿存款，明浩打算为了我的业绩存在海城银行。打脸来的这么快，难怪苏小小一来就越过涂鱼拿到编制。人家未婚夫一个人就刷了3亿的业绩啊！你们说，涂鱼打算辞职，是不是就是因为傍上顾总这个大款了？这女人哪里来的一个这么有钱的靠山？这可是3亿存款！涂鱼，我是真的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一个为了业绩就不择手段，连最好的闺蜜的未婚夫都敢勾引。既然这样，
我们海城银行绝对不会要一个道德败坏的员工。涂宇，我知道明浩很优秀，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你现在和我道歉，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想看着你误入歧途，赔上自己的一切。明浩，苏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我们第2次见面。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未婚妻呢？明浩，你别开玩笑了。苏小姐，真的开玩笑的人是你和赵行长。各位明鉴，我的未婚妻从始至终只有涂宇。所以这个苏小小是自导自演，她怎么敢？她都敢告赵行长了，有什么好惊讶的？你不是涂宇朋友吗？什么时候成他未婚夫了？你们是故意的，你们故意引我说出这些话。苏小小，我们冤枉你了吗？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自己干出来的好事，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事情败露后身败名裂的准备。李总，事情你已经看见了，我想海城银行已经不适合我再继续待下去了。小涂，你放心，此事我们绝不会轻易接过。你受了委屈，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李总，你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多谢李总，只是我在海城待了8年，我想是时候换一个新环境了。李总，人家不愿意就不要白费口舌了，恐怕您的如意算盘要打空了。方总，你不是在隔壁负责民安银行的研会吗？自然是因为这里有我的员工，我这个当老板的自然要来慰问一下。方总，你是不是搞错了？这里全都是我海城的员工。李总怕不是年纪大了，有些力不从心了，也难怪底下的人错把珍珠当榆木。我的员工不就站在您身边吗？涂宇，你居然是民安的人！李总，话不要说这么难听，严格意义上来说，涂宇还不是我们民安的人，您可不要张口闭口冤枉了他。涂宇女士，我代表民安银行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聘用您为高级客户经理，年薪100万，提成10%。在海城当牛做马整整8年，一个编制都没有混上，我还没有为民安做什么，方明哥却给了我这么大的权限。方明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不会辜负民安对我的信任。小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民安银行能给你的，海城未必不能。李总，这话现在说太晚，而且海城能给，却不代表愿意给我，这一点你们不是心知肚明吗？李总，好刀要配好案板，你们既然给不了人家想要的，就不要挡着人家的路。这几位都是银行的大客户，轻易得罪不得。看来我之前还是低估了这个涂宇。明浩、小鱼，走吧，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民安的年会。我们民安可不像某些银行乌烟瘴气的，你们待着肯定舒心。涂宇，你别得意，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们民安可不像某些银行乌烟瘴气的，你们待着肯定舒心。涂宇，你别得意，我不会让你好过的。相信大家早就听说，我们民安银行即将迎来一位优秀的高级客户经理。小鱼，上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涂玉，很荣幸可以加入民安银行，以后我会好好工作，尽我所能为民安带来更多的客户。涂玉，我知道她，之前海城一直稳占市内第1的名头，大半的功劳都是因为涂玉。我也听说了，她可是我的女神，连房地产脾气最差的龙头都能拿下。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民安以后会怎么碾压海城。为了庆祝我的未婚妻涂宇女士正式入职民安，我和我的几位好友决定将名下存在海城银行的存款悉数转让民安。民安银行这是把涂宇当成宝供起来了。涂宇未婚夫可是有3亿存款，加上那几位老总，我们银行的现金流估计都要被掏空。两个蠢货，你们现在满意了？把人气走了，白白便宜了民安银行。李总，您放心，涂宇得意不了多久，民安银行会后悔的。前海城银行员工涂宇窃取客户信息，跳槽民安银行，任职期间多次收取贿赂，滥用职权牟利。好茶，好茶。银行监保会的人，他们找我干什么？涂位女士您好，我们接到举报，您在海城银行任职期间窃取客户信息，收取贿赂，请您来监保局一趟接受调查。海城银行那群人真是阴魂不散，小鱼都辞职了，还要抓着他不放。小鱼，你不要担心，明天我陪你一起去。方总，不好了，你快看新闻，今天早上银行的股价下跌了。方明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给民安带来了损失。小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是海城那帮人不干人事儿。小鱼，这些事情你没有干，海城银行的人拿不出证据，只能通过控制舆论往你身上泼脏水。但是我们可以先一步证明自己的清白。小苏，真有你的，居然可以想到利用舆论反将一军。这下涂宇只怕早已自顾不暇，连带着民安的股份都跟着下跌。李总，
我只是把事实发了出来，是涂鱼不识好歹。海城养了他这么多年，结果他耍性子离职就算了，还大张旗鼓带着那么多客户。涂鱼，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凭什么顾明浩那么优秀的人是你的未婚夫？你什么都不做就有3个亿的业绩，而我放下身段委身赵东强这种货色，才换来1个编制名额。李总，我承认我之前的行为太过冲动，可我也是为了银行。涂鱼这种心高气傲的人，就应该狠狠挫挫他的锐气。等他身陷囹圄被明安抛弃，才会意识到海城才是他最好的归宿。到时候还不是要灰溜溜滚回来？好了，这次的事情不和你们两个追究，等涂鱼回来，编制名额就给他，恩威并施，他才会乖乖为银行拼命。涂女士，这些是举报者提供的证据材料。据了解，您先前所就职的海城银行客户，在您离职后，接连从银行转走存款，存入民安银行。这个并不能证明我窃取客户资料，恶意挖走存款。这些客户本来就是因为我才选择海城，我离开后，他们跟着我投向民安，完全合情合理。这些是我多年来为海城争取的客户，你们可以去核实。在此之前，这些客户与海城并无利益接触，认准的一直是我本人。那您如何解释收取贿赂这一点？举报者提到您家境不好，医疗开销巨大，这些费用您从何而来？果然，对我的这些事情了如指掌的，除了苏小小，再也找不到第2个人。枉我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成家人，你却这样落井下石，想要断了我的活路。我未婚妻在海城就职8年的银行流水都在这里了，只要看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些举报完全就是无稽之谈。海城每个月开出的底薪1万，悉数拿来填补家庭的亏空，并不存在收取贿赂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走了。如果举报者后续还有异议，那就让他拿出证据证明。没有证据再敢大肆宣扬，我会告他诽谤。将这些内容发布在银行官号上，表明我们的立场。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个就是你们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的。新闻：海城定海神针，涂鱼离职跳槽民安的真相。为客户垫付药费，雨天送伞，还有陪客户熬夜处理业务，这个涂鱼真够拼的，怪不得人家业绩第一呢。你没看见还有一堆大佬给他写的感谢信吗？海城银行这波属实是过河拆桥，人家勤勤恳恳这么多年半句不提。不好了，刚才来了一堆客户，都闹着要把存款转去民安银行。你说什么？李总，是真的，现在底下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库里的现金已经全部取出来了，但是什么？但是先前几位客户取出存款已经拿走了大半现金流，导致现在库存告急，根本不够。现在客户正闹着呢。你这个蠢货，客户闹着要取走你就让他取吗？银行哪里有这么多现金？不会安抚一下和他好好商量吗？我看你才是个蠢货，老子真是糊涂了，信了你们2个蠢货的馊主意。现在全网都在说我们海城苛待员工，你们满意了？先让人去分行调取现金，把那些客户请去会议室休息，然后让人联系民安银行的方总，只要他们愿意删除那条帖子，今年的招标会海城不会参加。这个老狐狸还以为现在海城还是原来的行业第一呢，还退出招标会。没了小鱼，谁会搭理海城？只怕今年连招标会的门槛都摸不着。方明哥，谢谢你愿意站在我这边。小鱼，你是明浩的未婚妻，那我们就是自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何况你是不知道，我把你给我的那些东西发到网上后，海城就损失了整整1200亿存款，而流失的现金流全部汇入我们民安。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怎么样？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赵东强手上不算干净，挪用公款还违规放贷，胆子倒是不小。查到这些要费不少力气吧？这怕是我们顾少爷第一次动用家族势力。果然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好，我不说，你怕什么？小鱼又不在这里。话说回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总不能一直瞒着人家吧？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和他说。你让人把这些证据匿名交给海城总行，赵东强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赵总，人家的编制什么时候下来呀？急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涂鱼的事情，李总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个时候帮你申请编制，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是个老不死的，几句话打发我3个月了，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先哄着他，把编制拿到手再说。都怪涂鱼。你们是谁？想干什么？李总，李总，赵东强，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我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李总，我错了，你救救我！挪用公款，违规放贷，事情已经闹到总行去了，就算是大罗神仙来都救不了你。看来老天爷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终于不用伺候这个老男人了。兰姐，赵总被抓了，那我的编程怎么办？编制？苏小小，你可真是够蠢的，搞不懂涂玉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你耍得团团转？兰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自己去打听打听吧。银行新来的那个实习生，人家亲爹可是搞房地产的，稍微给赵总一点好处，哪里还有你什么事情？赵总，你答应给我的编制是不是给别人了？李总，李总，赵总，正常编制7个工作日就走完了，为什么我的3个月还没消息？您看看是不是忘记了？你给老子滚开！什么编制？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有什么资格跟老子提编制？老子养条狗这种时候都知道装模作样叫2声，养了你这么个玩意儿，除了找我要东西还会干什么？当初真是瞎了眼，居然放弃涂鱼，选了你这么个货色。赵东强，你以为你就是什么好东西吗？当初你拿编制名额哄骗我上床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现在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苏小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李总是他勾引我的。我勾引你？要不是为了那个编制名额，我苏小小是疯了才会要你这种老男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过涂鱼的主意，可惜他那种人装的清高，这些年一直拿不下编制，不就是你为了报复在背后使手段吗？你居然敢偷拍，老子真的小看你了！我呸！那个编制老子早给别人了，一份假的合同就让你心甘情愿上钩，谁知道你干过这种事情多少次了？赵东强，你这个王八蛋，我要告你！还有你和公司那些女的，我都会告诉你老婆，你等着完蛋吧！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赶上了一出好戏。快把这2个混账给我拉开！李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些话你留给和总部的人还有警察亲自说吧。涂鱼、顾总，你们已经不是我海城的员工和客户，这样不请自来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李总，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为了正事，你们海城的员工无缘无故举报诬陷我，我来讨一个公道，顺便看看这件事情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海城有意针对民安故意设的局。涂鱼，你什么意思？这是前不久银行监保局提供的举报者信息。虽然举报者用的是公用电话亭的电话，但是根据 IP 追踪到的地址就在海城银行大楼附近。顾总说笑了，据我所知，海城周边可是有不少企业，其中不乏民安的竞争对手维也纳银行。光凭一个 IP 确实没办法判断，所以早在来之前，我们就调取了海城附近所有公用电话亭的监控。在那个时间段，出入电话亭的只有一个人，苏潇潇。不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没关系，我的律师会亲自和你说清楚。涂鱼，你们的私人恩怨就这样明晃晃摆在明面上，是不是有点不好看？李总，我奉劝您一句，不要因小失大，一旦上升到公司层面，那就麻烦了。苏潇潇，看在你当了我那么多年闺蜜的份上，我亲自过来给你送法院传票，好自为之吧。涂鱼，你别得意，谁又比谁高贵？你不过是运气好傍上顾明浩的大腿才能这么嚣张。等他玩腻了，把你抛弃那一天，你的下场不一定比我好。差不多得了，苏潇潇，人家早就走远了，有力气在这里发疯，还不如多想想等会儿怎么和李总交代。收起你这副让人作呕的嘴脸，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小鱼，刚才苏潇潇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没事，明浩，我只是有些难过，不明白我和苏潇潇这么多年的友情，到底什么时候变了质。既然想不明白，那就不要想了。涂副行长，你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屠副行长，刚才方明哥是这样叫我的吧？小玉，你真是太厉害了，刚来民安就拿下了年度业绩冠军。经高管会商讨，我们决定破格提拔你为支行副行长。小玉，祝贺你，以后你就拥有人事和业务审批权了，你的实力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来。方明哥，谢谢你，我会加倍努力回报你们对我的信任。涂小姐，你的未婚夫身份可不简单，有哪个暴发户可以随意调配上亿现金流？更何况他结交的那些朋友，可不是看得上暴发户的人。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不要被蒙在鼓里，还傻傻的相信所谓的爱情。明浩，你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涂副行长，有位客户指名道姓要见您，说要找您谈大额存款业务，请他进来。涂小姐，久仰大名，我是维也纳银行的项目负责人王伟。王总，幸会，不知您找我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就是听说涂小姐能力出众，想跟您谈个合作。我们维也纳银行最近推出高息理财，收益比民安高2个点，只要您愿意把手上的大客户带过来，我直接给您编制加100万年薪加干股，比在民安当个副行长强多了。维也纳银行，这不是民安最大的竞争对手吗？王总，高息理财只怕是违规拦阻，用高息吸引客户，后续资金链一断，客户血本无归吧？涂小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们都是合规经营。王总，多谢您的赏识，但是合作的事儿我并不感兴趣，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不奉陪了。明浩，有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能帮我查一下吗？维也纳银行这是明目张胆跟我们作对，我们要不要直接起诉他们恶意竞争？起诉怕是来不及了，已经有几个小客户被高息吸引，要转走存款，再不想办法，损失更大。小玉，你怎么看？据我了解，维也纳银行的核心问题是违规揽储，资金流向不明，高息只是诱饵，我们不用硬刚，收集证据交给监管部门就行。这是维也纳银行员工私下承诺违规返利、诱导客户的证据，还有他们资金流向不明的流水记录。好，小玉，你想的太周到了，我这就把证据提交给银保监会，让维也纳银行吃不了兜着走。不过在监管查处前，我们得稳住现有客户，我亲自去跟大客户沟通，把情况说清楚，相信他们会选择合规经营的民安。小玉，你等一下。小玉，你入职民安后的努力，我们都有目共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或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方明哥，你这话什么意思？明浩性子就是这样，但是我作为他的兄弟，却不想看着他费尽心思为你筹谋，但是你却什么都不知道。你入职后，银行收到不少有关你的恶意举报，都被明浩提前拦截下来。这小子平日里一声不吭，背地里没少保护你。明浩，你到底在背后为我做了多少事情？王总，你放心，涂鱼就是个硬骨头，客户迟早会被高息吸引过来，到时候我们名利双收。哈哈哈哈哈！宝贝儿，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把涂鱼踩在脚下，让他跪着和你求饶。涂鱼，都怪你，我落的这个下场都是你的错。兰姐，你吃早餐了吗？我给你带了一份。兰姐，听说你爱喝茶，我特意让我朋友从国外带的。放在这里吧，你们有心了。兰姐说的哪里话？赵总赵东强出了那档子事后，牢饭肯定逃不了。李总更是因为失职被永行降职调走。现在整个海城支行，兰姐你才是一把手。兰姐，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苟富贵勿相忘，兰姐有空不要忘了提拔提拔我们。兰姐，我说呢，当初苏小小怎么拿到的涂鱼都没拿到的名额，原来是靠那种手段上位，真不要脸。当初仗着有赵总当靠山，看谁不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兰姐当时都不知道被他奚落多少回了，现在好了，得罪了兰姐，我看他怎么在银行待下去。苏潇潇，你被开除了。不要啦！你凭什么开除我？凭什么？你还有脸问我凭什么？要不是因为你，银行的存款就不会大量流失，更不会因为操作违规被银行监保会批判。还不承认？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都是赵东强干的！你就是公报私仇，就是嫉妒赵东强看上我看不上你！你也不看看你哪里能和我比？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靠着资历熬到这个位置，就以为自己……
苏潇潇，看来你还没有认清现实。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有资格站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吗？涂鱼，我倒要看看，如果明安倒台了，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我们接到举报，维也纳银行涉嫌违规揽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在依法进行调查，请配合。不可能，是谁举报的？证据确凿，带走。涂鱼，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加派人手过来，跑了一个，通知警局介入，发布通缉令。还差这么多。明浩，你怎么来了？刚炖的汤，趁热喝。阿姨的手术费我已经帮你缴清了，顶级专家明天会诊，下周就能安排手术。你怎么知道我妈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你的事我都知道，别什么事都自己扛，有我在。你总是默默把一切安排好，从不邀功，这份心意我怎么能不动容？谢谢你，明浩。跟我客气什么？好好喝汤，阿姨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涂女士，你母亲的手术方案已经确定，风险很低，你放心。谢谢医生。我想问一下，后续费用大概是多少？费用，我这边看了一下，费用已经全部缴纳了，这笔钱完全足够支撑到后续治疗恢复。好的，谢谢你，医生。明浩，你不用一直为我做这些，小鱼，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激，只是因为你值得。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是我想要守护的人。小鱼，维也纳银行被查了，只是我们都想差了，这不只是两个银行之间的竞争手段。难不成是苏小小干的？他之前不是被海城开除了吗？是我疏忽了，他离开海城以后，很快就搭上了维也纳银行的王伟。不怪你，明浩，他的手段从来都上不了台面。小鱼，你不要担心，我会保护好你的。还有，下周民安总部董事长要来支行视察，特意点名要见你。董事长为什么要见我？我只是个支行副行长。你很快就知道了。董事长突然来访，还要见我，难道和明浩有关？董事长，欢迎莅临视察。这位就是涂鱼，我们民安的功臣。正是，涂副行长能力出众，入职以来为银行带来1000亿存款，是我们支行的顶梁柱。涂小姐久仰大名，果然年轻有为，以后民安的发展还要多仰仗你。董事长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顾大少爷，董事长已经见过涂小姐了，一切顺利。好，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她知道你的身份。顾少，明浩，苏小姐，输给涂鱼的滋味很不好受吧？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可以帮你搞垮涂鱼，做空民安银行的理财产品，让他身败名裂。好，只要能搞垮涂鱼，我什么都愿意做。小鱼，你……方行长，刚才你说的顾少是顾明浩吗？他到底是谁？完了，瞒不住了。明浩，这回哥也帮不了你了。既然你听到了，我就不瞒你了。明浩他是国内顶级资本集团盛天集团的唯一继承人，盛天集团是民安银行的最大股东，董事长都要敬他3分。他是顶级资本继承人，那他之前说的暴发户一直都在骗我。小鱼，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顾明浩，不，顾少爷，还是该叫你盛天集团继承人。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小鱼，我不是故意骗你，一开始我只是听说海城银行有个能力出众的客户经理，想看看你的实力，所以才以客户的身份接近你。但是后来，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想和你结婚的想法也是认真的，只是我怕告诉你身份，你会觉得我在骗你。所以那1000亿存款从来都不是因为我，只是你随手的测试，对吗？我所有的努力，在你眼里是不是都不值一提？不是，小鱼，你听我说，你的努力、你的善良、你的坚韧，我都看在眼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身份，也不是你的业绩。够了，你别说了，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烦顾少爷出手了，我有手有脚，饿不死自己。小鱼，
算了，我只当你在说气话。等你想通了，我再找你。我要赎回理财，赶紧把钱还给我，不然我就报警了。涂宇呢？叫他出来！是不是他把银行搞垮了？我们的钱是不是拿不回来了？各位客户，请冷静，我是涂宇，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我。涂姨，网上说你们理财产品爆雷是不是真的？我们的钱安全吗？大家放心，民安银行合规经营，理财产品全部经过监管备案，资金安全有保障。网上的谣言是有人恶意抹黑，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我们的钱没了，你能赔给我们吗？涂副行长，有人恶意操控我们的理财产品，还买了水军散布谣言，现在网上舆论一边倒，对我们很不利。好，我知道了，通知下去，整理所有理财产品的合规文件、资金流向证明，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所有谣言。涂副行长，网上传言民安银行理财产品爆雷，资金链断裂，请问是否属实？纯属谣言，这是我们理财产品的监管备案文件，资金流向明晰，每一笔资金都合规透明，不存在爆雷风险。请问谣言是谁散布的？背后是否有竞争对手恶意打压？没错，是有人恶意做空民安，目的就是打压搞垮民安，这些都是铁证，我们已经报警，一定会追究到底。我们相信涂副行长，我们相信涂副行长，跟着涂副行长，我们放心。涂宇，凭什么你命这么好，一次又一次逃过？凭什么？苏小姐，你的能力真的让我很失望，计划失败了，我想我们的合作应该终止了。我还有最后一招，我偷偷拷贝了海城银行的客户核心资料，我今晚潜入民安，将这些资料放在涂宇办公室，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好，就按你说的做，事成之后，我给你一笔钱，送你出国。涂宇，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副行长涂宇，你不过是靠着顾明浩才爬这么高，过了今晚，我会让你狠狠摔下来。别动！你涉嫌盗窃商业机密，跟我们走一趟。放开我！人赃并获，看你还怎么抵赖。苏小小，你多次恶意竞争、散布谣言、盗窃商业机密，证据确凿，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制裁。涂宇，你这个贱人，你以为你就赢过我了吗？多的是人想要弄死你，我等着那一天。盛天集团将向民安银行注资500亿，稳定银行资金链，彻底粉碎谣言，也向所有人证明民安值得信赖，涂宇值得信赖。小鱼，对不起，之前一直瞒着你，让你受委屈了，我会用行动向你证明我的真心。现在开庭审理苏潇潇涉嫌恶意竞争、诽谤、盗窃商业机密一案，原告涂宇，被告苏小小，双方可提交证据。这些是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监控视频、盗窃资料的物证。被告，你是否认罪？我不认，我有什么罪？错的人是涂宇，不是我。苏小小，事到如今你依旧不知悔改，这一桩桩一件件，我哪里冤枉你了？涂宇，你不就仗着自己有一个有钱的未婚夫吗？如果没有他，你还能这么有底气吗？当然，苏小小，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从小到大靠的都是我自己。如果我失败了，我也只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而不是不管不顾把一切错推到别人身上。涂宇，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现在这副假装清高的模样，你凭什么既要又要？我从大学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讨厌你，讨厌你比我优秀，讨厌你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当初让你介绍我去海城银行，就是想把你当垫脚石。当初你母亲生病，我故意拖延消息，就是想让你分心抢你的客户。凭什么顾明浩这么有钱的人喜欢你？凭什么你可以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你就该去死！原来这么多年，只有我把这段友情放在心上，一切的根源居然只是因为嫉妒。被告苏小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有期徒刑3年，赔偿原告涂宇经济损失500万元，即刻执行。小雨，没事了，都结束了。明浩，我真的有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因为刚从农村过来，不会使用银行的自助取款机，是苏小小教我的。我们曾经约好，长大以后一起去银行工作，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屠副行长，苏小小的社交媒体账号连发数条长文，声泪俱下控诉您的恶行。民安银行的官方账号也受到牵连，现在网上的舆论对您很不利。他们这是铁了心要搞款，说得拉我们民安下水。我从未想过背叛，是海城逼我走的。苏小小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他咎由自取。别慌，我们先稳住，查清账号发布的真相，再一步步澄清。方总，屠副行长，网上舆情还在扩散，不少客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甚至有小客户表示要暂时撤回存款观望。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做过的事儿，谁也抹黑不了。通知下去，整理所有证据，准备回应这场舆论风暴。小鱼，我们信你，我们这群人能把钱存在银行，从来不是看银行的牌子，而是看你屠鱼的人品和能力。当年你为了帮我解决贷款难题，熬夜加班跑审批，雨天冒雨帮我处理资产抵押，这些我们都记在心里。我已经发声明了，力挺屠鱼，谁要是敢抹黑他，就是跟我们这群人过不去。我那150亿存款，这辈子就认屠鱼。我已经让财务准备转账，把存在其他银行的钱全部转到民安，支持屠鱼。那些网上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眼睛不瞎，分得清好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信任。我屠鱼在此承诺，绝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一定会查清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大家一个交代。有各位老总支持，我们底气更足了。现在关键是查清苏潇潇账号的操控者，他人在监狱，根本不可能发布这些内容。没错，苏小小被关押期间，所有通讯设备都被没收，账号绝对是别人在操控，目的就是抹黑我和民安。所以我们决定报警，联系网警，彻查账号登录 IP 和操作记录，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苏小小目前处于羁押状态，无任何通讯权限，账号在他入狱后频繁发布内容，确实存在重大疑点。我们会立刻联系网安部门，调取该账号近3个月的登录 IP、设备信息以及操作轨迹，追查实际操控者。这是苏小小入狱的时间证明，还有他账号发布抹黑言论的截图，以及我在海城银行被苛待、被苏小小和赵东强陷害的所有证据。恳请你们一定要查清真相，严惩恶意诽谤之人。幕后之人不仅抹黑屠鱼，还意图破坏民安银行的声誉，扰乱金融秩序，性质十分恶劣。我们愿意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提供一切所需资料。已经报警了，警方会联合网安部门彻查账号操控者，但网上舆论等不起，我们必须尽快拿出初步证据，稳住客户和公众情绪。我已经让公关团队整理你在海城的付出、被陷害的证据，还有大客户们的力挺声明，准备发布官方澄清公告，先遏制谣言扩散。别太焦虑，真相迟早会大白。幕后之人越是急着抹黑，越容易留下破绽。警方那边很快就会有结果。我们调取了苏小小社交媒体账号的所有登录记录，发现他入狱后，账号先后在5个不同 IP 地址登录过，发布抹黑言论的操作均来自同一台设备。IP 地址定位全部指向海城银行大楼内部的办公网络，这些登录操作的时间都与海城银行的工作时间高度吻合，且登录账号对应的内部员工均与海城高层关系密切。果然是海城干的！赵东强被抓后，海城高层怀恨在心，就操控苏小小的账号，恶意抹黑屠鱼，顺带搞垮我们民安，简直太卑劣了。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颠倒黑白，毁掉屠鱼和民安，太天真了。这些追踪记录就是最直接的证据，足以证明海城恶意诽谤、不正当竞争。警官，这些证据是否可以作为指控海城的依据？这些 IP 追踪记录、登录设备信息，结合苏淼小的羁押证明，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海城银行涉嫌恶意诽谤、操纵舆论。你们可以凭这些证据向银保监会举报，同时提起民事诉讼，追究海城的法律责任。事不宜迟，一并提交给银保监会，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所有真相。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是我背叛海城，而是海城忘恩负义、恶意构陷。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近日，网络上出现大量恶意抹黑我本人及民安银行的言论，称我背叛海城、构陷闺蜜，这些全部都是谣言，是海城银行部分高层为了报复我离职、掩盖自身过错，精心策划的恶意诽谤。苏小小目前处于羁押状态，无任何通讯权限，但她的账号却频繁发布抹黑言论。经警方网安部门追查，所有操作均来自海城银行内部网络，由于海城高层关系密切的员工操控，目的就是颠倒黑白，诋毁我的名誉，破坏民安银行的声誉。我以个人名义担保，屠玉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们这些客户之所以愿意跟着屠玉把资产从海城转到民安，不是因为更好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做事靠谱，真心实意为客户着想。海城银行薄待功臣，纵容高层，如今还恶意抹黑，实在令人不齿。涂小姐，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我是屠玉的未婚夫，此次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海城银行的一场阴谋。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将向银保监会正式举报海城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真的是海城搞鬼，太恶心了！心疼屠玉，兢兢业业8年，被这样对待，还被恶意抹黑，支持屠玉维权，严惩海城的不法行为。近日，民安银行及屠玉女士对我行的所有指控均为不实言论，是恶意抹黑、不正当竞争。我行从未操控过苏潇潇的账号，也从未恶意诽谤屠玉女士。屠玉离职后，为了制造话题、抬高自己，联合民安银行编造虚假证据，
栽赃陷害我行，其用心十分险恶。没错，那些所谓的 IP 追踪记录完全可以伪造，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涂鱼在我行工作期间，业绩确实不错，但他野心勃勃，不满现状，主动跳槽，如今反咬一口，实在忘恩负义。李总，既然你们说 IP 记录是伪造的，那为何所有操作记录都指上你们银行内部网络？苏小小在监狱无法使用手机，账号不是你们操控，还能是谁？赵东强挪用公款违规放贷是事实，你们是否刻意包庇下属？如今又恶意报复？李总，你倒是想个办法啊！总比急着堵在这里要出事的。闭嘴！你以为我不想吗？保安，保安，快点把这群人给我赶出去！李总，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们操控账号恶意抹黑，是不是为了报复涂鱼，掩盖赵东强的罪行？海城银行多年来是不是一直存在苛待员工、包庇高管的乱象？面对公众的谴责和客户的质疑，你们打算如何补救？是否会引咎辞职？是不是民安派你们来的？不要问了，我们没有义务回答你们。这不是那谁吗？肯定是出大事了。原来海城银行这么黑暗，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兢兢业业的员工被逼走，违法乱纪的高管被包庇，如今还恶意抹黑，太恶心了。以后再也不敢把钱存在海城了，太不靠谱了。经核查，海城银行存在严重的合规管理漏洞，高管滥用职权、违规放贷、挪用公款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更严重的是，在事件曝光后，你们不思悔改，反而恶意操控舆论，诽谤他人，进行不正当竞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行业公信力，必须予以严厉批判和严肃问责。涂鱼女士，你在海城银行工作期间业绩突出，却遭受不公对待，令人同情。民安银行合规经营，维护员工权益，抵制不正当竞争，值得肯定。此次事件中，你们提供的证据清晰完整，配合调查积极主动，无任何违规行为。银保监会发布官方公报，公开对海城银行进行严厉批评，还你们一个公道。领导，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守护公平竞争，是我们每个企业的义务和责任。赶紧把我的钱取出来，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海城银行这么黑，又被监管处罚，万一倒闭了，我的钱就打水漂了。我要把钱转到民安银行，只信涂鱼，不信海城了。领导怎么办？每天早上银行门口就有人开始排队要求取出存款，银行的现金流已经严重不足了。你和我说有什么用？没有钱就去其他银行调，这种小事都办不好，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辞职吧。现在银行那些领导一个个都自顾不暇，我看这个银行迟早要关门倒闭。我呸！什么狗屁领导，出了什么事情只会拿我们出气。我可是听说了，民安银行的老板从来不会骂员工，怪不得人家涂鱼巴巴跑去民安。要是我也乐意。善恶终有报，小鱼，你不要想太多，这个下场都是他们的报应。对啊，小鱼，现在你可是民安的大功臣，也是行业的榜样。短短几天，民安的现金流就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地。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值得所有人敬佩。现在那些底下员工，一个个忙得跟陀螺似的。小鱼，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你，跟着你，我们放心。以后我们的资金永远都放在民安，支持你。虽然说了很多遍，但是真的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会好好努力，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看看你们支行员工干出来的好事儿。欧阳兰才刚上任就捅出这么大的瘤子，自己好好想想怎么和行长解释吧。总行长，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赵东强的事情发生后，我马上就清查苏潇潇干的事情，把他开除了。只是我没想到苏潇潇怀恨在心，居然偷走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去陷害涂宇，拖着海城和民安一起下水。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被起诉判刑了，后面我一定将功补过。欧阳兰，你怕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你以为苏潇潇被抓是什么好事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海城的客户资料泄露了，那些客户又不是傻子，为了以防万一，只怕恨不得立刻转走所有存款。我会让技术部把所有的数据都恢复的，您放心。行长，欧阳兰，你觉得现在的海城还有时间让你将功补过吗？你那点业绩连塞牙缝都不够，因为这件事情，现在银行都要破产了。事已至此，总行不打算追究你的责任，只要你能将功补过，我们海城就还有翻身的机会。行长，您知道的，我之前只是一个打工人，实在没有能力填补银行的亏空。欧阳兰，老子算是知道，当初为什么总行宁愿让赵东强那个酒囊饭袋当行长都不要你，你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总行长，您是不是已经有了对策解决这件事情？倒是还有一个聪明的，当初赵东强那个拎不清的为难涂鱼的时候，你要是不装聋作哑，哪里还有民安什么事情？总行长，当初的事情是不得已，我也有苦衷。
在我面前就不用装模作样了。那几年拿到编制的人，哪一个没有给你好处？要不然你怎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涂鱼，都怪涂鱼，要不是涂鱼，我又怎么会被降职？以前总行行长怎么会这样和我说话？现在连欧阳兰这种人都能和我平起平坐了。涂鱼，我不会放过你和明安的，我要让明安后悔招了你这么个扫把星。好了，你因为这件事情被降职，剔除总行高层，已经得到了教训。接下来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总行高层那边我亲自去说。为何我的心里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总行长想要做什么？总行长，您吩咐吧，这一次我一定全力以赴，让明安万劫不复。明天你们海城就负责发布明安资金链断裂的假财报，配合我们砸盘，等到明安的股价跌到谷底，你们海城的烂摊子我们会接过来替你们收拾干净。总行长居然，这可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代表，这样做风险会不会太大了？万一被发现……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代表，你的意思我们都懂，但是我们银行现在濒临破产，只怕心有余力而力不从。什么心什么从，不就是要钱吗？只要你们答应，我们马上会往你们银行账户上打一笔钱，足够维持你们运转1个月的资金做诚意。行长，你觉得够不够？您放心，所有假数据、鱼形账号都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全网发酵。好，只要能把这个搞垮，我们什么都配合。涂鱼那个贱人，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涂副行长，不好了！网上突然出现大量民安资金链断裂的假财报，现在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客户已经在银行大厅闹起来了。怎么回事？银行的股价什么情况？股价呈直线下跌，这是有人在恶意砸盘。方明哥，指派要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涂副行长，您先跟我出去安抚一下客户吧，他们吵着闹着要见您。阿玉，这次和上次不一样。情况要严重的多，你这样贸然出面，很容易成为靶子。就算这样，我也要去做。明安和方明哥对我有恩，我不能袖手旁观。我知道，所以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好吗？听说你们资金链断了，赶紧把钱取出来！海城都快没了，你们明安也一样，别骗人了！各位叔叔阿姨、老板们，我是涂鱼。我在银行干了8年，从最底层柜员做到今天，从来没骗过任何一位客户。你们的钱一分不少，一分不动，都在民安账上。你凭什么保证？凭我涂鱼这3个字，凭我手上1200亿真实存款凭证，凭今天顾氏集团注资民安200亿的公告。要取的按流程办，相信我的，留下来。我涂鱼不会让任何一个信任我的人吃亏。海城已经疯了，他们背后是境外资本，目标是借海城崩盘，把民安一起拖下水。昨天开始有不明资金集中砸盘，理财产品赎回量激增，再扛1周，现金流就危险了。海城高层这是要鱼死网破，把所有人都拉进深渊。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民安，是借海城当跳板，渗透国内零售金融市场。你早就知道。我和那些老总把1000亿存款留在海城，就是为了盯住他们的资金通道。你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顾总，既然躲不掉，那就正面接。民安不是我们的，是所有信任我们的客户和员工的。你打算怎么做？先稳住客户，再揪出做空的证据，最后把海城和外资一锅端。别硬撑，明天我让团队帮你整理。客户是我一个个维护的，谁信任我，谁容易被煽动，我最清楚。你不用一个人扛，有我在。你一开始接近我，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的计划？一开始是计划，后来是你。我见过太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人，你是唯一一个被捅了刀子还想着保护别人的人。他说的没错，从海城背叛我开始，他就一直在我身后不动声色的兜底。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最近还有场硬仗要打。涂副行长，查到了，做空资金分3路，全部通过海城银行的境外子账号中转，最终指向3家离岸公司。海城高层为了自保，居然把国内客户信息、资金通道全卖给外资了。他们不仅害我害民安，还在出卖国内金融数据，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是背叛。把所有资金来路、转账记录、IP 地址全部导出，整理成完整证据链，加密备份3份。好，联系所有之前被海城坑过的大客户，开紧急线上会议。我要组一个联盟。小鱼，我们都听说了，海城勾结外资，太不要脸了。我们的钱存在民安，信的是你，你说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各位老总，今天请大家来不是求你们帮忙，是请大家一起守住我们共同的合作根基。市场恶意造势炒作，就是想制造大众焦虑，扰乱市场秩序，借机扰乱行业稳定发展。我们该怎么做？第一，所有人把真实存款凭证、合作合同上传到联盟共享平台。第二，统一口径，对外发声，拒绝恐慌。第三，一旦民安发布反击公告，我们集体增持，用真金白银打垮做空势力。没问题，我带头追加50亿。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赢定了。联盟组建好了，搞定了。以前我以为做业务靠的是拼命，
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底气是人心。你成长了，以前你只会自己扛，现在你懂得凝聚力量，不再是需要我保护的小女孩了。我从来不是你的附属品，以前我靠自己活，现在我靠自己赢。你是我的战友，不是我的靠山。说得好，战友，明天一起上战场。祖副行长，网传民安银行运营出现危机，请问是否属实？海城银行方面指控您恶意打压同行，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各位稍安勿躁，先给大家看一份东西。这就是海城银行暗中布局、蓄意抹黑民安、恶意挑起行业纷争的完整事实证明。民安银行储备足、运营稳、合规经营，所有关于我行的负面传言正是恶意造谣。盛天集团联合百家合作企业向民安银行达成500亿战略合作加持。任何蓄意扰乱行业秩序、破坏良性市场环境的行为，我们坚决抵制，绝不姑息。您的计划简直是天衣无缝，这一次民安想要全身而退，只怕比登天还难。这种规模的企业让我亲自出手已经是抬举了，你们派人盯紧一点，我不想看见一点意外出现。您放心，我特意花钱雇佣一堆人混在人群中去闹事，只怕民安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我呸！行长，不好了！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子？出什么事情了？行长，民安银行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您看。fuck！ 欧阳兰，民安银行手中的录音是你干的，是不是？李总，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除了你还有谁？贱人，胳膊肘往外拐！民安银行给你什么好处了？站住！举手来，不要动 ！fuck！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抓我！行长，海城银行涉嫌勾结境外资本，违规操作，泄露客户信息，即日起被接管，相关人员全部带走调查。凭什么？民安也不干净，你们凭什么只查我们？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凭什么他不用被带走？他同样参与了这件事情。行长，话不要乱说，我的良心可没有被狗吃，我怕是疯了才会跟着你们勾结外国人。还好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海城彻底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多亏了民安，不然外资真的要得逞了。不是我要赶尽杀绝，是他们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涂毅，你答应我的事情不要忘记了。欧阳兰，认识你这么久，你也算做了一件好事。这是民安分行的介绍信，收起那些小心思，好好干，期待在总行见到你的那一天。涂毅，对不起，之前的事是我做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我。涂副行长，有人找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打扰我，我很忙。涂宇，欧阳兰，你来干什么？涂宇，虽然我们以前当同事的时候没少奚落你，但是我这人有底线。行长他们已经疯了，我不想助纣为虐。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个交给你，只有你才能真正击碎他们的阴谋。兰姐，加油！涂宇，这次你力挽狂澜，保住了民安，守住了行业底线。我代表民安总部正式邀请你担任总行领收业务总监，全权负责零售板块，权限高于所有分行行长。谢谢董事长的认可，但是我不能接受。我在银行8年，见过太多被编制、规则、利益困住的人，也见过太多潜规则和不公。他要做什么？我不想再做银行里的高管，我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我想成立一家金融咨询公司，专门服务中小企业，帮那些没背景、没资源、被银行忽视的普通人守住自己的钱，实现自己的价值。好，我支持你，民安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真要走，民安的总监位置，多少人挤破头都得不到。我不是离开，是换个方式继续。民安是我的根，以后常回来。小鱼，我们跟你一起干，海城那套我们受够了，想跟着你做实事儿。对，我们懂底层业务，你懂客户，一起创业肯定行。好，愿意来的我都欢迎，我们一起做一家不一样的金融公司。需要资金、场地、资源，随时开口，我和民安全力支持。谢谢你，方明哥。小鱼，多亏了你和明浩，我的病好了，弟弟也考上大学了，我们家现在总算熬出头了。妈，以前让你和弟弟跟着我受苦了，以后不会了。姐，你太厉害了，从农村出来做到现在，你就是我的榜样。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做个有用的人。只要踏实、努力、真诚，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聊我们家小鱼有出息，还找了个好女婿。苏潇潇，你上诉的理由不成立，证据确凿，维持原判，有期徒刑3年。3年也好，安静。我嫉妒涂鱼，嫉妒他努力、聪明、有人爱。我总想把他踩在脚下，却一步步把自己送进了地狱。大学时我抢他奖学金，工作后我抢他名额、抢他客户，到头来我什么都没得到，还失去了所有。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嫉妒他，
不该走歪路。接下来有请余明金融创始人、行业新锐领袖涂宇女士分享她的创业之路。大家好，我是涂宇。3年前，我是一名银行员工，被闺蜜背叛，被上司打压，连一个编制都得不到。3年后，我创办了自己的金融公司，服务上千家企业、上万名普通人。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说，没有秘诀，只有8个字：真诚待人，踏实做事。金融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和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对普通人的共情与尊重。不依附，不妥协，不放弃，靠自己赢人生，这就是我的故事。未来，我希望能有更多金融从业者放下傲慢与偏见，真正走进普通人，服务普通人，让金融回归本质，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我曾一无所有，也曾满身伤痕，但我从未放弃善良，从未丢掉真诚，从未停下努力的脚步。生活或许不公，但永远不会辜负认真生活、踏实做事的人。